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中，西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无疑是一段波澜壮阔、影响深远的篇章。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，汉朝对匈奴长期奉行和亲政策，以隐忍换取边境的短暂安宁。匈奴铁骑频繁南下，烧杀掳掠，汉地百姓饱受其苦，帝国的尊严屡屡受挫。就在这阴霾笼罩北疆，汉朝上下渴望打破被动局面的关键时刻，一个出身卑微的身影从平阳侯府的马厩中走出，凭借过人的胆识、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坚韧的意志，一步步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，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改写了汉匈100年攻防格局，为大汉王朝铸就了不朽的军事传奇。他便是从骑奴逆袭为帝国名将的卫青。卫青出生于河东平阳，今山西临汾，父亲郑继是平阳侯家的小吏，母亲卫媪则是平阳公主府中的女奴。这样的出身注定了他从一开始便要面对世间的冷眼与艰辛。作为私生子，卫青自幼便饱尝人间冷暖。在郑家，他被当作卑微的牧童，负责放羊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忍受郑家其他人的欺凌与虐待。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，私生子的身份如同沉重的枷锁，让他在郑家毫无地位可言，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打骂。或许是命运的安排，又或许是卫青骨子里那份不甘沉沦的倔强，在经历了郑家的种种磨难后，他选择回到母亲身边，成为平阳公主府中的一名骑奴。然而，骑奴的生活同样充满艰辛，他整日为贵族们养马、驯马，听从主人的差遣，稍有差错便会受到惩罚。但卫青并未因此而抱怨命运的不公，相反，这段经历如同磨刀石，进一步磨砺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。更重要的是，常年与马匹打交道，让他练就了精湛的骑术与相马本领。他能通过马蹄印判断匈奴骑兵的行进方向与数量，通过马匹的毛色、神态分辨其耐力。这些底层积累的技能，后来成为他在草原作战时精准判断敌情的重要助力。若说生活的磨砺是卫青逆袭的底色，那姐姐卫子夫的入宫便是命运为他推开的第一扇机遇之门。建元2年春，汉武帝前往坝上祭祀先祖，祈福除灾，回宫途中特意顺路到访平阳公主府。这本是一场寻常的皇室应酬，却成了卫氏姐弟人生的转折点。宴席之上，平阳公主为讨武帝欢心，安排府中歌女献唱助兴。正是在这场歌舞中，卫子夫以清雅的容貌、婉转的歌声，从一众歌女里脱颖而出，牢牢吸引了武帝的目光。宴席结束后，武帝当即决定将卫子夫带入宫中，自此牵动卫青命运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。可入宫后的卫子夫并未立刻迎来风光。当时的后宫中，皇后陈阿娇恃宠而骄，后宫妃嫔各有背景，毫无根基的卫子夫很快被淹没在深宫之中，整整1年多都未再得到武帝的召见，几乎成了被遗忘的存在。直到建元3年，武帝下令挑选宫中年迈体弱、无甚用处的宫人释放出宫，卫子夫才终于再次见到武帝。或许是长久的压抑与委屈涌上心头，他当着武帝的面泣不成声，恳请武帝准许自己一同出宫，返回平阳侯府。这份柔弱中的恳切，反倒让武帝心生怜惜，不仅拒绝了他的请求，更再度临幸了他。而这一次临幸后，卫子夫竟意外怀上了龙裔。这个消息既给卫子夫带来了希望，
也瞬间将他推向了宫廷斗争的风口浪尖。对卫子夫而言，怀孕是母凭子贵的契机，但对皇后陈阿娇来说，这却是无法容忍的威胁。陈阿娇嫁于武帝多年，始终未能诞下子嗣，卫子夫的身孕不仅让她的皇后之位岌岌可危，更刺痛了她的骄傲与嫉妒。无法直接对卫子夫下手的陈阿娇，将怒火迁到了她的家人身上，而当时仍在底层挣扎的卫青成了首要目标。陈阿娇的母亲馆陶公主为替女儿出气，暗中派人埋伏在建章宫附近。当时的卫青刚因姐姐入宫，得到了一份在建章宫当差的微薄差事，毫无防备的他，刚走出宫门，便被馆陶公主的人掳走，性命危在旦夕。万幸的是，卫青的好友公孙敖得知消息后，深知事态紧急，立刻召集了几名壮士，冒着得罪馆陶公主的风险，连夜设法将卫青从囚禁之地救出，这才让卫青逃过一劫。武帝很快便得知了卫青被掳的始末，得知自己看中的女子想要提拔的外戚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险些丧命，他勃然大怒。为了保护卫氏姐弟，也为了敲打陈阿娇与馆陶公主的嚣张气焰，武帝当即下旨任命卫青为建章宫监，同时兼任侍中，让他得以常伴自己左右，又正式册封卫子夫为夫人，地位仅次于皇后。连卫青的兄长卫长君也被提拔为侍中。这一连串的任命不仅将卫青从底层彻底拉出，更给了他靠近权力核心、施展才华的舞台。自此，卫青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骑奴，而是开始以皇室外戚的身份，在西汉的政治与军事舞台上崭露头角。有了武帝的庇护，卫青并未恃宠而骄，反而以更谨慎的姿态在宫廷中立足，日常行事始终低调沉稳，既用精湛的骑射技艺满足武帝对勇武的期待，又以不多言、不越界的分寸感赢得信任。这份踏实让他的职位稳步提升，从贴身护卫的建章宫监、侍中，逐步升任至俸禄千担的太中大夫。看似平缓的10年宫廷生涯，实则是卫青的蓄力期。他每日随侍武帝左右，不仅亲眼见证朝堂议事的逻辑、军事决策的推演，更悄悄摸清了汉朝对匈战略的核心诉求。这段靠近权力核心的经历，为他后来驰骋沙场、执掌重兵埋下了关键伏笔，让他比普通将领更懂如何打符合帝王战略的仗。元光6年，这份积累终于迎来了实战检验。这一年，匈奴铁骑再度南下，直扑上古郡（今河北怀来），烧杀劫掠的马蹄声打破了边境短暂的平静。不同于以往的隐忍，此时的武帝已决意反击。他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，与名将李广、公孙敖、公孙贺各率万骑，兵分4路迎敌。这是卫青第一次以将领身份领兵出征，彼时的他在军事领域尚是新人，与久经沙场、声名远播的李广等人相比，几乎没人看好这场外戚的试金石之战。但卫青用一场奇袭颠覆了所有人的预期。他没有盲目跟风与匈奴主力硬拼，而是敏锐洞察到匈奴的弱点。尽管匈奴骑兵机动性强，但作为祭祀圣地的龙城，因神圣性而疏于防御，且守军多为老弱与祭司，战斗力薄弱。于是卫青果断避开匈奴常规防线，率部穿越茫茫草原，以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的突袭战术直捣龙城。战斗中，他身先士卒，冲在最前，汉军将士见主将奋勇，也个个士气大振，奋勇拼杀。最终，卫青部斩获匈奴数百人，
成为4路大军中唯一取胜的部队。反观其他3路，公孙敖损兵7000，李广兵败被俘后侥幸逃脱，公孙贺则全程未遇敌军，无功而返。这场龙城大捷意义远超一场普通胜仗。自汉出白登之围后，匈奴不可战胜的阴影便笼罩在汉军心头。当时汉军将士谈及匈奴，多有畏惧。匈奴骑兵日行千里，可边打边退，汉军步兵往往追之不及。匈奴人善用诱敌深入之计，曾多次将汉军引入草原腹地围歼，连名将李广也有被俘之辱。因此朝堂上不少人主张坚守不出，直到卫青龙城大捷，才打破这种匈奴不可击的固有认知。胜利的消息传回长安，不仅让朝野上下士气大振，更让武帝坚定了主动反击匈奴的决心。卫青也因此战被封为关内侯，正是在西汉军事舞台上站稳了脚跟。仅仅1年后，匈奴便以更猛烈的攻势报复。元朔元年秋，2万匈奴骑兵再度入侵，先杀辽西太守，掳走2000余人，又转而攻入渔阳、雁门，两地百姓死伤各1000余人。边境告急的文书如雪片般送往长安。武帝当即将反击重任再次交给卫青，任命他为车骑将军，率3万骑兵出击雁门，今山西右与西南，同时派李西初带军牵制匈奴兵力，形成夹击之势。卫青抵达雁门后，并未急于与匈奴正面交锋，他凭借对边境地形的熟悉，先派侦察兵摸清匈奴骑兵的活动轨迹，再以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的战术，在匈奴必经之路设下埋伏。当匈奴骑兵进入伏击圈后，卫青一声令下，汉军从2侧杀出，与匈奴展开激战。这一次，卫青不仅延续了身先士卒的作风，更灵活调整阵型，时而分割匈奴骑兵，时而围歼小股部队，最终斩获匈奴数千人，成功击退敌军。而配合出兵的李西部则因未能寻到匈奴主力，无功而返。此役过后，匈奴彻底意识到，卫青已不是1年前那个侥幸取胜的新人，而是能正面击溃他们的劲敌。真正奠定卫青战略级将领地位的，是元朔2年的河南之战。当时匈奴兵分2路进攻上谷、渔阳，看似来势汹汹，实则是想牵制汉军主力。他们真正的软肋是长期盘踞的河南地，今黄河河套地区。这片水草丰美的平原，不仅是匈奴的重要牧场，更是威胁长安的心腹之患。匈奴骑兵从这里出发，数日便可抵达长安近郊。武帝看穿了匈奴的计谋，决定避实击虚，命卫青率主力进攻河南地，同时派李西初带军牵制，再次上演声东击西的战略。卫青深知此战的关键，河南地的匈奴白阳王、楼烦王虽兵力不算最强，但背靠单于王庭，一旦战事焦灼，匈奴援军很快便会赶到。因此他制定了迂回侧击、断敌后路的战术，率数万精骑沿黄河北岸悄悄西进，避开匈奴正面防线，先突袭并攻占了高阙，今内蒙古杭锦后旗。这里是连接河南地与单于王庭的唯一通道，攻占高阙，便等于切断了白阳王、楼烦王的退路与援军。后路被断的匈奴2王尚未反应过来，卫青又率部飞兵南下，迅速推进至陇县以西，对匈奴残部形成合围。失去援军的匈奴军队军心大乱，在汉军的猛攻之下毫无还手之力，最终被活捉数千人，损失牲畜100多万头。河南地彻底被汉军收复。收复河南地
对汉朝而言是战略级胜利。这片土地不仅为汉朝提供了优良的牧场，让汉军得以培育更多战马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距离长安仅数百里，从此长安北边的门户被彻底守住，匈奴再也无法轻易威胁京畿。武帝为巩固这片失地，当即下令在此修筑朔方城，设置朔方郡、五原郡，迁徙10万百姓定居实边，同时修复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防御工事，将河南地打造成汉朝反击匈奴的前沿基地。为表彰卫青的功绩，武帝封他为长平侯，加封10邑3800户，随同出征的校尉苏建、张此公也分别被封为平陵侯、案头侯。经此一战，卫青彻底取代李广等老将，成为武帝最倚重的军事统帅。西汉对匈战争的卫青时代就此拉开序幕。河南地的丢失让匈奴彻底陷入疯狂。此后数年，他们频繁袭扰新设立的朔方郡，试图夺回这片战略要地，边境的战火始终未息。为了一劳永逸解决朔方威胁，同时瓦解匈奴在漠南的势力，汉武帝将目光再次投向卫青。元朔5年春，他任命卫青率军出朔方，直扑匈奴右贤王庭，另派李希出右北平，牵制单于与左贤王兵力，形成西攻东迁的战略布局。一场针对匈奴核心势力的突袭战就此展开。卫青深知，此战的关键在于速与奇。右贤王庭远在漠南深处，若行军迟缓暴露行踪，必然会遭遇匈奴援军合围。因此，他亲自挑选3万精锐骑兵，从高阙塞外出发后，便下令衔枚急进，日夜兼程奔袭600-700里。一路上，汉军骑兵严格控制声响，连马蹄都裹上麻布，只在夜间短暂休整，硬是在匈奴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悄悄逼近了右贤王庭。当夜幕降临，右贤王还在帐中饮酒作乐，认为汉军远在千里之外，绝不可能突袭至此。他没料到，卫青已率部完成了对王庭的包围。随着卫青一声令下，汉军如潮水般涌入匈奴营地，喊杀声瞬间撕裂夜空。匈奴士兵从睡梦中惊醒，根本来不及组织抵抗，便在混乱中四散奔逃。右贤王见大势已去，只来得及带上数百亲信骑兵，冲破包围圈向北逃窜。汉军乘胜追击，不仅俘虏匈奴小王10余人，部众15000余人，还缴获了千百万头牲畜。这些牲畜既是匈奴的财富，也是他们的战争潜力。此战无疑给了右贤王毁灭性打击。捷报传回长安，汉武帝龙颜大悦，他特意派特使捧着大将军印信，直奔卫青军中，当场拜卫青为大将军，加封10邑8700户，还下旨将卫青3岁的长子卫抗、次子卫不疑、幼子卫登均封为列侯。面对这份殊荣，卫青却并未居功自傲，反而当众推辞：臣能取胜，全靠陛下神灵庇佑与诸校尉奋勇拼杀。我的儿子尚在襁褓，毫无功劳，若受封侯之赏，恐寒了将士之心。在他的坚持与奏请下，公孙敖、韩越等10余名随征将领也得以封侯赐爵。这份不贪功、重部将的胸襟，让卫青在军中的威望更胜从前。1年后的元朔6年，卫青以大将军身份2次率领10万骑兵出定襄，对匈奴展开持续打击。第一次出征时，他将大军分为6路，由公孙敖、公孙贺、赵信等将领分别统领，自己居中调度，北进数百里后与匈奴主力遭遇，一番激战歼灭匈奴1万余人。休整1月后，
卫青再次率军出塞，又斩获匈奴万余人。这2次战役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匈奴在漠南的实力，更让一位年轻将领崭露头角。卫青的外甥霍去病，当时年仅18岁，以朴瑶校尉身份随征。卫青特意将自己麾下最精锐的800轻骑交给霍去病，并派熟悉漠南地形的老兵做向导。霍去病正是在舅舅的指导与支持下，才敢深入敌境数百里，俘虏匈奴单于叔父、国相，斩杀单于祖父等2000余人，凭此战功被封为冠军侯。也正是在这2次战役中，帝国双臂的战术风格逐渐清晰。卫青用兵以政为核心，擅长指挥大兵团协同作战，无论是6路分兵还是持续进攻，都注重步步为营，以摧毁匈奴有生力量，占领战略要地为目标，是能定大局的统帅。而霍去病则以其制胜惯于率精锐骑兵长途奔袭，直捣匈奴核心据点，以擒杀贵族、瓦解指挥体系为目的，是一把破坚阵的尖刀。2人战术互补，让匈奴陷入防得住卫青，挡不住霍去病，拦得住霍去病，扛不住卫青的困境。西汉对匈战争的优势自此彻底稳固。随着漠南匈奴势力被基本肃清，汉武帝将目光投向了匈奴最后的巢穴漠北。元寿4年春，他倾尽国力，发动了汉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漠北之战，以14万匹战马、50万部族作为后勤保障，授卫青、霍去病各5万精锐骑兵，兵分2路跨漠远征，目标是彻底歼灭匈奴单于主力，永绝北方边患。而这背后藏着卫青对战争的深刻理解。他深知军无资重则亡，特意建议汉武帝组建专门的后勤兵团，由步兵与民夫负责筑路、运粮，建立前进基地。正是这套严密的后勤体系，为汉军深入漠北提供了底气。最初，汉军计划由霍去病率精锐攻击单于主力，卫青对付左贤王。但出征前，俘虏的匈奴兵供称单于在东方，汉武帝临时调整部署，命霍去病东出代郡，卫青西出定襄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变动让卫青意外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。出塞1000余里后，卫青的侦察兵回报，前方发现匈奴大军踪迹，伊稚察单于已率主力在此列阵。面对这一突发情况，卫青毫无慌乱，迅速制定作战方案。他命前将军李广、右将军赵义基合并部队，从右翼迂回，绕到匈奴后方牵制兵力，自己则亲率左将军公孙贺、后将军曹襄，以正面部队顶住匈奴进攻，形成正面牵制、侧翼包抄的战术布局。战斗打响后，卫青首先下令将武钢车排成环形营垒，这既是防御工事，能阻挡匈奴骑兵冲击，也为汉军骑兵提供了依托。随后，他派5000骑兵主动出击，与匈奴1万骑兵展开正面厮杀。双方激战正酣时，天色突变，狂风骤起，沙石漫天飞舞，两军将士几乎看不清彼此。就在这混乱之际，卫青敏锐捕捉到战机，他下令汉军左右2翼骑兵趁风沙掩护，迅速向匈奴军侧后方迂回，最终完成了对单于主力的合围。伊稚察单于见汉军越打越多，深知继续僵持必败无疑，便趁傍晚风沙最大时，带着数百亲信骑兵冲破汉军包围圈，向西北逃窜。卫青得知单于逃跑后，立即派轻骑兵连夜追击，自己则率大军随后跟进，一直追至天岩山，今蒙古国杭爱山脉。此役，汉军共歼灭匈奴19000人，
还在赵信城缴获了大量粮食与物资。卫青下令全军在此休整1日，将能带走的物资全部运走，剩余粮食则付之一炬，彻底摧毁了匈奴的后勤据点，随后才班师回朝。漠北之战，卫青与霍去病共歼灭匈奴9万余人，匈奴主力几乎被全歼，从此再也无力对汉朝发动大规模进攻，汉朝北方边境迎来了数十年的安宁。这场战役不仅是汉匈战争的转折点，更奠定了西汉的陆上霸权。而卫青在战役中展现的临危不乱、化险为夷的指挥能力，以及武钢车环阵和骑兵包抄的战术创新，也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。不过，漠北之战的辉煌背后，也藏着一曲悲歌——前将军李广的结局。战前，汉武帝曾私下告诫卫青，李广年老且命运多舛，不宜让他担当前锋与单于正面交锋。因此，卫青将李广调至右路，命其与赵义基从东路迂回。可李广部因缺乏熟悉地形的向导，在漠北草原中迷失了方向，最终延误了军期，未能参与决战。战后，按照汉朝律法，延误军期需交由大理寺审讯。李广一生征战，不愿面对刀比利的羞辱，最终选择了自刎。卫青得知消息后，心中五味杂陈，他既因未能让李广参战而遗憾，也因遵奉武帝密令而无奈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仍派长史送去酒食慰问李广部下，并在向武帝奏报时，客观陈述了李广失道的事实，未加任何指责。这份公正与宽厚，让他的形象不再是完美统帅的符号，而是多了几分身居高位的复杂与真实。漠北之战后，卫青因赫赫战功被拜为大司马大将军，与霍去病同掌军政大权，真正做到了位极人臣。但身居高位的他，却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。他从不将功绩归于自身，反而常对身边人说：“我能有今日，一靠陛下信任，2靠将士用命，3靠姐姐卫子夫在宫中周全。”这份不贪功、知感恩的态度，让他在荣耀加身后，依旧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本色。世人常以外戚标签定义卫青，却忽略了他的成功从不是靠裙带关系。他的威望是在战场上一次次身先士卒拼出来的，是在对部下的体恤中一点点攒起来的。每逢战前，他总会亲自走到士兵中间，讲清作战目标，也询问将士需求。行军途中若粮草短缺，他必然等士兵们都分到食物，自己才肯进食。宿营时，他会带着亲兵逐个巡查营帐，看士兵是否御寒，是否有人生病，直到确认所有人都安顿妥当，才返回自己的帐中休息。漠北之战时，草原严寒，冻得不少士兵手脚溃烂，卫青见了，当即把自己的备用袍服和取暖的皮毛全部分发下去，士兵们都愿为大将军死战。就连论功行赏时，他也总把机会让给部下。就像漠南之战后，他坚决推辞汉武帝对自己幼子的封侯之赏，转而替随征将领请功。这份与将士同甘共苦的胸襟，远比权力更能赢得人心。在朝堂之上，卫青更是将谨慎2字刻进了骨子里。他深知自己既是外戚，又手握重兵，是最容易引起武帝猜忌的人，因此从不越雷池一步。每次面圣汇报军情，他都只讲事实，不添主观判断。即便对武帝的决策有不同看法，也会私下委婉进言，从不在朝堂上公开反驳。有人劝他像古代权贵那样仰视扬名，他却断然拒绝。招揽贤才是陛下的权柄，我作为臣子，只需守法尽职即可，何必越俎代庖？
就连汉武帝想为他修建豪华府邸，他也始终推辞。这份对权力边界的精准把握，让他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面对朝臣的非议与挑衅，卫青的宽容更是少见。当时的太中大夫汲黯以刚正不阿闻名，即便面对卫青，也从不行跪拜之礼，只作揖问候。有人劝汲黯大将军尊贵，不可如此无礼，汲黯却反问：大将军有一个敢直言作揖的客人，难道不是更显其胸襟吗？这话传到卫青耳中，他不仅不恼，反而对汲黯愈发敬重，常主动登门请教朝政得失。正是这份不视权、容直臣的气度，让卫青在朝堂上少了许多政敌，也多了几分士大夫阶层的认可。卫青的家庭生活也始终与他的人生轨迹紧密相连。姐姐卫子夫后来被册封为皇后，不仅为卫氏家族带来荣光，也让卫青的地位多了一层保障。外甥霍去病在他的影响下投身军旅，凭借长途奔袭的战术成为一代名将，与卫青并称帝国双璧，共同为汉朝撑起了北方的屏障。卫青的晚年，因常年征战落下的旧伤时常发作，身体日渐衰弱，最终于元丰5年病逝。汉武帝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，特意下旨将卫青陪葬在自己的茂陵旁，还赐谥号烈，取有功安民，以武立功，秉德尊业之意，是对卫青一生最精准的概括。更特别的是，卫青的陵墓封土被修成了匈奴境内阴山的形状，既是纪念他平定匈奴的赫赫战功，也象征着他将汉朝的威严永远刻在了曾经让汉人畏惧的草原之上。卫青的离去，不仅让汉武帝失去了最信任的军事统帅，也让卫氏家族失去了最稳固的军事支柱。此前卫青虽不干预朝政，但他的军功与威望如同保护伞，让卫子夫、太子刘据与卫氏子弟免受朝堂势力的直接冲击。他去世后，卫氏家族在朝堂的话语权逐渐削弱。汉武帝因身体衰老变得多疑，在奸臣江充的挑唆下，爆发了巫蛊之祸。卫子夫与太子刘据受诬陷，被迫起兵，最终兵败自杀。卫氏家族也因此遭受重创。卫青的长子卫抗被处死，次子卫不疑、幼子卫登的封爵被剥夺。好在卫青生前积累的威望与功绩深入人心，卫氏并未彻底覆灭。汉宣帝即位后，感念卫青的功劳，不仅为卫子夫与刘据平反，还恢复了卫登后代的爵位，让这份功勋得以延续。当卫青那座仿阴山形制的墓冢静静矗立在茂陵东侧时，这座沉默的封土早已超越名将归宿的意义。它像一把钥匙，解锁着西汉强盛的密码，更镌刻着华夏精神的内核。卫青的一生从不是杰出将领这一个标签能概括的，他是打破阶层桎梏的逆袭者，是平衡武备与文治的政治家，更是重塑民族自信的精神象征。以多重身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。若从军事史维度深挖，卫青最核心的贡献远不止打赢几场战役，而是彻底改写了西汉骑兵的战术范式。汉初面对匈奴骑兵，汉军长期陷在以步兵抗骑兵的被动里，直到卫青崛起，才真正构建出适配草原作战的战术体系。他的军事思想始终围绕情报、后勤、战术三位一体展开。龙城之战前，他走访边郡老兵，摸清匈奴圣地防御松散的规律，才敢以突袭打破匈奴机动性垄断。河南之战的迂回侧击并非盲目冒险，他提前派向导勘察黄河西岸每一条通道，精确计算骑兵奔袭的粮草消耗，
才实现断后路，为歼敌的战略目标。漠北之战首创的五钢车环阵加骑兵包抄战术，更将防御与进攻的辩证关系用到极致。面对漫天风沙，他不急于撤退，反而借低能见度掩护完成合围。这种化不利为有利的战场判断力，正是其战术思想的精髓。这份战术革新的影响早已跨越时代。霍去病的闪电战看似与卫青的稳扎稳打风格迥异，实则继承了他深入敌境、精准打击的核心逻辑。唐代李靖灭东突厥时用的长途奔袭、分割围歼之策，与卫青河南之战的思路如出一辙。更关键的是，卫青用7次对匈作战的胜利，将汉武帝主动反击的战略构想落到了实处。他不仅为汉朝赢得漠南无王庭的安全环境，更彻底驱散了汉军恐匈的心理阴影，为后续经营西域、开辟丝绸之路扫清了北方障碍。可以说，西汉能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陆上霸权，卫青奠定的军事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支柱。若转向政治与人格维度，卫青更是封建时代外戚贤臣的完美范本。在西汉外戚干政频发的背景下，他打破了外戚必擅权的刻板印象，虽因姐姐卫子夫入宫获得机遇，却从不用外戚身份谋私，始终以军功为立身之本。即便卫子夫晚年失宠，卫氏面临潜在危机，他仍能稳坐朝堂，靠的正是对君臣边界的精准拿捏。元朔6年定襄之战中，右将军苏建率部孤军与匈奴主力，激战1日后全军覆没，苏建孤身逃回大营。部下有人劝卫青，苏建弃军而还，当斩以立大将军威。也有人反驳，苏建以数千人抗匈奴数万，力竭而还，不当斩。卫青沉思后说，我受陛下重托统兵，不患无威，若斩苏建，便是以私刑代国法，此权非臣所有。最终将苏建押回长安，由武帝裁决。这种不贪功、不越界的自觉，不仅化解了功高震主的历史魔咒，更重塑了武将与皇权的相处模式。它证明武将无需拥兵自重或谄媚逢迎，仅凭忠诚、能力与谦卑自持，便能赢得皇权的绝对信任。就连他与平阳公主的婚姻，也像是对其人生逆袭的最好注解。从平阳侯府的骑奴到公主的丈夫，这份身份跨越从不是靠裙带关系，而是靠7战7捷的战功、谦逊自守的品德迎来的尊重。这场婚姻本质是功勋与皇室的平等结合，而非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，这份平等尤为难得。若将视野拉到民族精神层面，卫青的意义更显厚重。汉初数十年，汉朝对匈奴奉行和亲政策，看似换来了短暂和平，实则是以屈辱换安宁。汉高祖白登之围后，汉朝要送宗室女子、金银财宝讨好匈奴，这种弱势地位深深刺痛着汉人的民族自尊心。而卫青的出现，彻底改写了这一局面。龙城大捷打破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，河南之战收复秦代故地，漠北之战将匈奴驱至漠北。他用一场场胜利，让汉朝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草原民族。这种民族自信心的重塑，比疆域开拓更具深远价值。而他木冢仿阴山而建的设计，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精神图腾。阴山曾是匈奴的战略屏障，是汉朝多年的心腹之患，如今却成为卫青的纪念碑。这不仅是纪念他击败匈奴、开拓北疆的战功，更宣告着汉强匈弱时代的到来。从此，犯我强汉者，
虽远必诛不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有卫青等名将用战功支撑的民族底气。后世对他的评价也始终围绕功绩与品德双重维度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赞他长平缓缓，上将之远，侧重其军事成就。唐代司马真称他谦退守静，攻城不居，凸显其人格魅力。现代史学家田余庆更精准指出，卫青的价值不仅在于军事胜利，更在于将汉匈战争从被动防御推向主动战略进攻。这些评价共同勾勒出一个文武双全、德才兼备的立体形象。他的影响早已超出战场范畴，大将军这一名号因他的功绩而愈发显赫，成为西汉乃至后世王朝最高军事长官的代名词。他的幕府体制也为后来军事决策机构的形成提供了范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对他和柔自媚的微妙评价并非贬低，这实则是史学家从客观角度揭示了卫青在专制皇权下的生存智慧。他看似不够刚直的柔性智慧，恰恰是为了避开鸟尽弓藏的悲剧，从而更长久地守护他所效忠的帝国。卫青谢世后，西汉的军事黄金时代虽逐渐落幕，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贯穿了此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。他用一生证明，出身卑微者可凭才华与毅力逆天改命，不必向命运低头；手握重权者能以谦逊与忠诚善始善终，不必陷入权力腐蚀的漩涡；身处乱世者当以家国为念，用担当与行动书写传奇，不必计较个人荣辱。时至今日，当我们回望那段金戈铁马的岁月，卫青的形象依然清晰。他从不是高高在上、不食人间烟火的战神，而是从尘埃里站起来的普通人。童年忍受奴产子的屈辱，青年靠骑射技能谋生，成名后仍守着谦逊本色。他的伟大恰恰在于逆袭后不迷失，掌权后不膨胀，功成名就后不骄傲。这种于平凡中见伟大的特质，让他超越了时代局限，成为历史长河中永不褪色的星芒，也为后世每一个不甘平庸、心怀担当的人提供了最鲜活的精神范本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